医生，我老公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。哎呦，谢谢您！太好了，亲家，太好了！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进去看爸爸？很快，再等几天，我们就可以去看爸爸了。哟，怎么，你今天是特意来这儿等我的？是啊，有事找你，而且我也想再过来这里看看。医院还真是人间所有悲欢的汇集地。确实，时易时疏，你这次心境也和以前不同了吧？你是说我刚发现你是斯芬克斯的那时候？没错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次也去我办公室谈吧。为什么不想？他肯定不会在意你是不是只剩下3年。够了，杨笑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不可能。你不要再管这些了。夏野，你混蛋！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怎么可以？我老公他才30出头啊，我们的孩子才2岁，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，他怎么可以一个人走？医生，你再救救他啊！你再试试，什么药都可以，什么方法都可以，你再试试看呢？我多少钱都没关系。啊！非常抱歉，还请你节哀顺变。你要我让他将来也经历这种事吗？让他之后也来听你说一样的话吗？夏夜，我可以去追他，我甚至还可以和他结婚。我可以把自己最后的3年过得很好，过得毫无遗憾。但是然后呢？他一个人要怎么办？谁陪他走出来？谁来照顾他？我当时真是恨不得暴打你小子一顿，可惜没狠下心啊。毕竟我是个医生，手很珍贵的。而且你皮糙肉厚的，就算让我单方面殴打你，最后累倒的肯定还是我自己。杨哥，之前真是谢谢你了。哎，客套话就别说了。你今天来找我是什么事儿？我是想和你确认一下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和那时一样。是吗？你预备怎么办？我打算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他，包括我的心情、我的病，还有只剩下3年这件事。以前
我一直认为终有一天会让他失去我，既然这样，何必告诉他，白白让他难过。但上次的事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也有可能会先失去他。所以，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，然后将决定权交给他。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我不能一个人自私地断定什么才是对他好。他有权利知道，也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。不管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，我都会无条件同意。但其实，小姐会做什么决定，你应该是心里有数吧？她绝对不会因为3年或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就放弃你。她是个认定后就不会放手，更不会放弃的人。是啊，她从来都是这样。哎，既然如此，你需不需要我帮忙参谋下告白仪式之类的？不需要，没仪式。夏夜，这可是告白啊，你浪漫一点啊！我就是不想用浪漫去打动他，免得让他做出不理智的决定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会给他写一封信，和他坦白所有。把信给他之后，我会借口要去外地办事，暂时离开魏明市，以此让他独自慎重地思考几天。这就是他出院之后，你没带他回你那儿，而是送他返回了他自己家的原因。你怕他看到你和你朝夕相处，会让他感情用事。是有这方面的原因，而且之前本来就是为了他的安全，才让他暂时住在我那里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年轻真好啊！没想到能写得这么快。也许，这些话已经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真是的，明明才刚把你送回去的。不过这个时间打电话，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了，华生？才刚和他分开，你就开始想他了吗？但是现在时间很晚了，我们不能给他打电话，你就先忍耐一下，或者试试转换下注意力，陪我一起工作如何？哎，既然如此，你需不需要我帮忙参谋下告白仪式之类的？不需要，没仪式。夏夜，这可是告白啊，你浪漫一点啊！我就是不想用浪漫去打动他，免得让他做出不理智的决定。杨哥说的也对，按常理，那种时候应该做些浪漫的准备。不过，我本来在给他做一个8音盒，不如就把这个送他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浪漫一点？好，那我们就快点把它做完吧。好了，现在基座已经完成了，该做发条了。发条要用什么好呢？
哎，花生，别捣乱，我正在思考。哎，我懂了，你是希望自己也能加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发条就用你的造型好了。 怎么样，花生，是不是和你很像？接下来是八音盒的曲子，就用这首吧，勃拉姆斯的小夜曲。小时候，因为他学小提琴。 所以我也跟着了解了些音乐史。1853年，21岁的勃拉姆斯经过他人的引荐，见到了他十分崇敬的作曲家罗伯特·舒曼。未曾想到，他却对自己的师母克拉拉·舒曼一见倾心。然而，舒曼是自己的恩师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，勃拉姆斯什么也不能说，他只能将爱恋深埋在心底。 他觉得能远远看着克拉拉过着幸福的生活就足够了。1856年，舒曼因病去世，但勃拉姆斯认为，若是自己袒露爱意，会让克拉拉遭到世俗目光的冲击。为了克拉拉，也为了不让自己的理智被越来越强烈的爱意淹没，勃拉姆斯离开了克拉拉所在的城市。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帮助克拉拉，他暗中资助克拉拉的全国巡演。 让他能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。他一生和克拉拉保持着书信联系，关心她，鼓励她，还将自己创作的每份乐谱手稿都寄送给她。可他始终未曾向克拉拉吐露过心声。他只在无法承受心底感情时，默默写下给克拉拉的情书。从1853到1896年，43年里，他写过无数封情书。 但一封也没有寄出去。勃拉姆斯终生未娶，他本人也在克拉拉去世几个月后与世长辞。他终其一生都是克拉拉最亲爱的朋友。这首小夜曲是勃拉姆斯在1859年克拉拉40岁生日时寄送给他的。说这些花生你也听不懂。 好了，还是来听听曲子吧。其实，我以前想要用的并不是这首曲子，而是勃拉姆斯的老师罗伯特·舒曼所作的《春天交响曲》。曾经，我以为我会和舒曼一样，为了心中的那个人，无论面对多少反对和阻挠，都绝不让步。我不能理解勃拉姆斯为什么终其一生都未向克拉拉坦白自己的心意，只作为他最亲爱的朋友。现在，我可以理解了。 您放心，我们公司的业务一向又快又稳，您的信1小时后肯定送达。不，1小时后还太早了。难得的周末，他该好好休息一下，睡个懒觉。您真体贴，我明白了。那我中午送过去。有了。哎，等等。中午的话，他看完信可能会吃不下饭的，他身体才刚好。
那我下午再送过去。好，啊不，你再等一下。下午的话，他应该……这位先生，如果您很纠结派送时间的话，我要不半小时后再过来，您再好好想想。不用了，就下午吧，麻烦你了。这个时间，你应该已经醒了，信也送到了吧？疏忽了，我该找个人陪着你的。你看完那封信肯定会难过。不对，我不该借口说自己要离开魏明市几天。你会不会到处找我？你还在自己家里吗？还是跑去哪里找我了？这么大的雨，带伞也不会有用的。你在哪儿？我亲爱的华生，我答应过你，之后会将我隐瞒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你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喜欢你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喜欢着你。然后，我必须告诉你的是，去年我在一次任务中受了伤，接受治疗时，却意外被含有违禁成分的药物感染，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性损伤。医生诊断我的剩余寿命不足3年，并且会伴有间歇性神经疼痛。我之前和你说，我那些药盒里是维生素片，是骗你的。它们都是止痛药。而我调回魏明市加入 N2X 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追查这种来源不明、流入市场的违禁药品。至于斯芬克斯，杨晓他本来就是我的老战友，他在我调入魏明市后担任我的主治医师。为了救我，他研究各种方法，可是依然没能将我的剩余寿命拉长多少。他偷走我的箱子，给我们发谜题，只是为了帮我，给我创造和你相处的机会。因为我最开始想要离开你，只剩下3年时间的我，再来打扰你，太不负责任了。这几天一直都是忽然下雨，你出门怎么不带伞？要是又生病了该怎么办？不，是我不好。你怎么可能有心情关注天气？我该提前留心的。
我……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，你现在还很冲动。你才刚看完信，刚知道我生病的事，这种时候你的判断是不理智的。你再等几天，等情绪缓和下来，再好好想想。那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些风险都是可能，都还可以人为努力，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杨哥他为了我的病努力了很久，可是我剩下的时间还是只有3年，也许再也不会增加了。你要是和我在一起，那等我死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必须说。抱歉，我没想那么大声。我只是必须让你知道，如果你现在连那个字都不想听，那你将来又怎么受得了？受得了我的死呢？现在我在这里，我还可以安慰你，但是将来要怎么办？将来谁来安慰你？你一个人要怎么撑下去？如果你选择别的男人，如果你和别人在一起，到时候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家人，到时候你还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。我只会带给你不幸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我在乎，我没办法不在乎。我以前有过很多计划，有过很多想和你做的事。我想陪你一起看书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烟火，一起旅游，一直陪着你。我想给你最幸福的生活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我相信。我也好喜欢你，最喜欢你。
那个，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。打开看看。其实，舒曼也好，勃拉姆斯也好，我和他们两个都不像。舒曼面对克拉拉父亲的百般阻挠，始终坚定不移，为了能和克拉拉在一起竭尽所能。而勃拉姆斯深知自己不能与克拉拉相守，他守口如瓶，终其一生都只作为克拉拉最亲爱的朋友。但我既不够勇往直前，也做不到克制隐忍。以前我下定决心不去见你，却在见到你的一瞬间就动摇了。我想要能多和你相处一会儿，哪怕是几天也好。之后，我又决定病好之前只作为家人陪伴你。但是我却一天比一天贪心。刚刚也是。明明下定决心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你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无条件支持，却又和你争执。我其实只是个懦夫吧。小时候，我看童话故事里说，彩虹的下面埋藏着宝藏，所以每次看到彩虹时，我就带着你追着彩虹跑，想找到那个宝藏。不，其实我早就找到了，你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宝藏。所以，我再也不会放开你了。我发誓，我会为你竭尽一生所能，活下去陪着你。